你每个月的房贷怎么浮动，你手里的钞票怎么贬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100多年前一个富家大少爷的不耐烦。如果你觉得那些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大佬都是些苦大仇深、是要拯救苍生的斗士，那你就完全想错了。至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绝对不是。他一辈子没受过穷，没挨过饿，从小住在剑桥大学旁边的带花园的洋房里，呼吸着大英帝国最纯粹的知识氧气。当马克思在图书馆里为无产阶级寻找出路，当拉斯基在曼彻斯特的纺织厂里怒火中烧时，凯恩斯正在剑桥的壁炉旁和一群绝顶聪明的朋友们端着酒杯探讨艺术、真理与美。他后来之所以拎起工具箱，非要用政府干预这只手去大修资本主义这台机器，原因简单的有些傲慢。他觉得当时管理世界的那些官员和银行家实在太笨了。推开剑桥大学哈维路上那栋厚实的维多利亚时代砖房的门，我们就进入了凯恩斯的新手村。不同于那些在泥泞中挣扎求生的底层剧本，凯恩斯拿到的是妥妥的顶配精英体验卡。他的父亲内维尔不仅是逻辑学和新兴经济学的先驱，还是剑桥大学名副其实的大管家。母亲佛罗伦斯则是一位充满能量的社会活动家，后来干脆成了剑桥首位女市长。在这样一个连空气里都飘着学术和政治气味的家庭里，凯恩斯这个姓氏本身就成了有脑子的代名词。他学习经济学的方式具象且安逸，不是去曼彻斯特的街头体验物价飞涨，而是在慵懒的星期天早晨和父亲、弟弟围坐在书桌旁，从一堆珍贵的邮票中轮流挑选。就在这份捡邮票的游戏里，价值交换与资源分配的底层逻辑悄无声息地刻进了他的脑子里。这种毫无生存压力的成长环境为凯恩斯写入了第一段底层代码：支持贵族主义。他从小就习惯了俯视，在他看来，统治社会的不该是老派的血统，也不该是盲目的资本，而应该是像他这样绝顶聪明的头脑。如果大英帝国这台机器出了故障，那绝不是因为什么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纯粹是因为负责握方向盘的司机脑子不够用。只要换上聪明人来当指导，一切烂摊子都能收拾妥当。1902年，凯恩斯走进了国王学院，很快他就被吸纳进了一个名为使徒会的顶尖智囊小圈子。在这个圈子里，哲学家摩尔递给了凯恩斯一份全新的系统安装盘。摩尔告诉这群天才，别管那些老掉牙的规矩，人这一辈子真正该追求的善是爱，是美，是追求真理时的那种激情状态。这套听起来很文艺的理论直接重塑了凯恩斯的底层逻辑。他愉快地抛弃了传统道德的紧箍咒，变成了一个自称的非道德主义者。如果把19世纪末的英国社会具象化，他就像一个穿着紧身胸衣、扣子一直系到脖子根的老派绅士。这个紧箍咒就是统治了英国大半个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观。它有几条铁律：第一，你必须无条件相信教会的古老教义，服从大英帝国的宏大叙事，个人的价值必须让位于国家的责任和义务。第二，追求个人的快乐是可耻的，一个体面人应该把所有的欲望、情绪和真实想法死死压在心底。第三，判断一件事好不好，不是看结果，而是看它符不符合规矩。在经济学上，这个紧箍咒就演变成了自由放任的神圣不可侵犯。老派的英国官员认为，市场规律就像上帝的旨意，哪怕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哪怕成千上万的人失业饿肚子，政府也不能干预，因为干预破坏了规矩，是不体面的，是不道德的。哲学家摩尔给了凯恩斯什么？摩尔当时写了一本书叫《伦理学原理》，这本书对于凯恩斯来说，就像是在一间闷了几十年的老屋子里突然砸掉了一堵墙，透进了一股清凉的穿堂风。摩尔给凯恩斯的是一套结果导向的审美伦理观。摩尔告诉这群剑桥的年轻人，别听那些老掉牙的规矩，判断一个行为或者一种状态好不好，根本不需要去翻看传统道德的旧账本。那看什么呢？摩尔指出了2条明路，他认为人类宇宙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只有2个：第一，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交往，爱与友谊；第二，对美好事物的欣赏，审美与真理。它的核心逻辑是，只要能通向爱、美和真理，那它就是好的，规矩算个屁。这个观念对凯恩斯的改变是颠覆性的。他不仅在私生活上彻底放飞自我，成了一个鄙视传统的非道德主义者，更重要的是，这种理念重塑了他的经济学常识。当凯恩斯拿着摩尔的这把尺子去衡量资本主义社会时，他看问题的角度变了。他不再去纠结自由市场还是政府干预，哪个更符合传统规矩，他只看结果。如果经济危机让大批工人失业，让社会动荡，这种状态就是丑陋的，就是阻碍人类去追求美和真理的。既然它是丑陋的，那管什么传统教条，直接抡起宏观调控的扳手去修补它就行了。因为在凯恩斯的新系统里，经济学不是一门守规矩的学问，而是一门把社会打理得更舒适、更井井有条，从而让人类有闲暇去追求艺术和哲学的实用技术。如果说剑桥重装了凯恩斯的思想系统，那么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区就是他的精神避难所。在那个年代的英国，体面人家的前门通常是深灰色、海军蓝或者庄重的黑色，但在布鲁姆斯伯里有一扇大门被刷成了刺眼的鲜红色，这扇红门就像一个明晃晃的巴掌，扇在传统社会的脸上，向全世界宣告里面住着一群不守规矩的人。但凯恩斯的人生是个奇妙的双面硬币，从红门里走出来，换上正装，他又是体制内如鱼得水的高级打工人。毕业后，他以全国第2名的成绩考入公务员系统，现在印度事务部对着报表指点江山。后来又调入大英帝国的心脏财政部。正是在这台庞大的国家机器内部，他近距离领教了平庸的杀伤力。
他坐在会议室里，看着一群只会死守教条的官僚和银行家，眼睁睁看着30个平庸之辈用僵化的规矩否决掉一个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绝妙提议。当时的英国老派官僚和伦敦市的银行家们脑子里只认一个死理，纯粹的金本位。他们觉得只有真金白银才是钱，印度的货币政策也必须死死绑定实体黄金。但凯恩斯看着印度的数据，一眼就看出了荒谬。印度是个庞大的农业国，这按老规矩搞纯粹的金本位，印度的经济根本转不动。于是他提出了一套非常超前且务实的方案——金汇兑本位制。简单来说，就是印度内部不需要流通实体黄金，只要通过一种巧妙的汇率机制，把印度卢比和伦敦的黄金储备挂钩就行了。这样既省钱又能保证货币稳定。这种非常精妙且前卫的设计，直接把那群死守教条的官僚看傻了。在他们眼里，不流通金币就是异端，就是破坏大英帝国神圣的金融规矩。凯恩斯磨破了嘴皮子，他们就是听不进去。一战前，欧洲已经有一股火药味，金融市场出现了货币危机的苗头。伦敦的银行家们慌了神，他们给出的对策非常原始且自私，把黄金死死捂在伦敦的保险柜里，甚至抽干印度等殖民地的流动资金来保全伦敦的绝对安全。凯恩斯立刻在文章和备忘录里指出这种做法的愚蠢，这种吸血式的黄金囤积不仅解决不了危机，反而会引发更广泛的金融恐慌。他提出了一套更灵活的资金调配和信贷释放方案。凯恩斯告诉那些商业银行的老板们，你们各自捂着保险柜里那点黄金，根本防不住真正的系统性危机。正确的做法是把你们手里的黄金储备全部交出来，集中存放到英格兰银行。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零散的资金没有抵抗力，只有把全社会的资金聚集成一个庞大的水库，中央银行的手里才握有足够筹码去应对突发的挤兑狂潮。按老规矩，市面上一缺钱，银行就赶紧收缩贷款，生怕钱借出去收不回来。但凯恩斯说大错特错，当危机来临，市面上资金枯竭的时候，中央银行不仅不能捂着钱袋子，反而必须立刻打开大门，向那些缺乏流动性但资质没问题的金融机构大量发放信贷。为什么？因为市场恐慌的本质不是真的财富蒸发了，而是大家觉得手里没现金了。只要中央银行大手笔的放出信贷，告诉所有人我这有的是钱，你们随时可以来借，市场的恐慌情绪瞬间就会平息，大家一看水库里的水管够，反而就不急着抢水了。当然，凯恩斯的想法是有弊端的。凯恩斯这套理论有一个极其脆弱的前提，他假设拿着扳手去宏观调控的人都绝顶聪明且大公无私。凯恩斯有一句名言，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他所有的理论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只要大家不买东西了，政府就想尽办法发钱让你买。但这是一种典型的吃止痛药疗法。有时候经济出问题，不是大家没钱买，而是产业结构落后了，企业生产的东西根本不符合时代需求了。有很多人说罗斯福是用的凯恩斯的手段搞新政，其实并不是，两人纯粹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灵魂暗合。1934年，这两个人在白宫真真实实的见了一面。罗斯福本来以为能听到什么治国理政的精妙见解，结果凯恩斯一上来就像个尽职的教授一样，对着美国总统甩出了一大堆复杂的数学公式和统计图表。罗斯福事后私下跟朋友吐槽，这家伙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学家，他就是个算数学的，神神叨叨。凯恩斯这边也很无语，他觉得罗斯福虽然是个伟大的领袖，但在经济学上简直就是个外行，连基础的理论都听不明白。罗斯福搞新政靠的是直觉、胆识和不管什么药先灌下去试试的务实操作，他不是在执行凯恩斯的理论，他只是在想尽办法救火。直到1936年，凯恩斯那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才把事情彻底定性。凯恩斯用一套严丝合缝的逻辑告诉全世界，看，罗斯福那个借钱凑数、大搞政府赤字的做法，在科学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凯恩斯的理念可以总结为4个字：政府干预。当市场这台发动机熄火时，政府不要管什么收支平衡，必须主动举债放水，强行把发动机重新点火。但这会带来2个副作用。副作用1，政策的单行道与通胀怪兽。按照凯恩斯原本的精妙设想，这套操作是双向的。经济差的时候，政府借钱放水；等经济好了，政府就得加税、削减开支，把欠的钱还上。但这严重高估了人性的底线。政客们发现，发福利、搞基建能拉拢选票，老百姓会欢呼雀跃。可一旦经济好转，谁敢站出来说我要加税还债？谁提加税，谁就得下台。于是政客都只吃前半副药，死活不吃后半副。印钞机一旦开动，就再也停不下来。结果就是国债堆积如山，你手里的钞票购买力一年不如一年，富人手里的资产反而跟着通胀水涨船高。副作用2，僵尸企业的诞生。当西方政客们手里握着海量的资金去刺激经济时，这就成了一场分蛋糕的游戏。钱往往不会流向最需要、最有创新力的小企业，它会流向哪里？流向那些离西方政客们最近、关系最硬的地方。这导致了可怕的资源浪费。本该在危机中被淘汰的落后企业，靠着西方政客的补贴强行续命，真正有效率的市场代谢机制被破坏了。凯恩斯这一套在美国运行多年，一直到一个叫里根的小伙给他踩烂了。不过他只踩烂了一半。里根拿出了供给侧经济学，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盲目保就业、保护落后的弊端，逼出了后来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超级繁荣。但里根接手美国时，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当他卸任时，美国的国债总量翻了将近3倍，美国直接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